那各位媒体朋友有没有要问主题相关的议题？有没有？好的，那我们就直接进到 Q&A 的环节，好吧？有吗？你看哦，好，来，政经事都不问呢，麦克风，不关心国家的政策。主席你好，就是刚刚你针对农业政策的部分，你提出了5点解方，那想。你的麦克风没开。有了吗？刚刚提到的针对农业政策的5点解方，比如你有提到了农业防灾安全网，还有要建立的农业大数据的资料库。那因为其实现在都已经这个是有在运作的，不晓得是可能您觉得是还要再做怎么样的提升？第一点哦，像那个人工智慧哈，这是今年才刚出现的，所以要建立人工智慧哈专属的这种 database， 它还是要以台湾为范围。所以慢慢的哦，人工智慧哈，它不是说直接去网络抓，因为重点是哦，它有没有适合你那个地区使用，所以这些都是一个要做。还有一点呢哦，像那个农业大资料库，你知道，如果它有效运作，那为什么会高丽菜忽高忽低价格？还有那个香蕉会生产过剩？所以表示说哦，这些资料库哦，就算有的话，它还是有功能上没有达到我们需要的程度。好，谢谢。那接下来那个 T 台平移嘛，哈，来平移。想要问一下有关就是时事的部分，因为你在接受专访的时候，你有讲到就是说未来你的外交路线会延续蔡英文的外交路线，那想问一下就是说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想法？因为你之前多所对蔡总统的外交的政策是有多所批评的，那这样子会不会变成是一种打脸？那还想要请问一下，因为赖清德他也是遵循蔡总统的外交路线，那这样子你们2个的路线有什么不一样？第一点哦，这分成了在民进党的包袱之下，我认为蔡英文总统可以撑到这个地方 ，OK， 所以这样是美国也是这样认为。但是第一点呢哦，这是在民进党的包袱之下，因为那个党先有台独党纲有一大堆东西，所以他能够在这个包袱之下维持这样，我认为他已经是尽力了 ，OK。但是对我来讲，我没有民进党的包袱了，所以比他更灵活。还有一点呢哦，我也认为哈，台湾跟美国的关系，不管谁执政，大势不会改变，会改变的是应对中国的方法跟态度。所以在外交方面呢，我觉得如果特别是指台美关系的话，我相信不管哪一组候选人，应该都不会有太大改变。会改变的是对中国的态度了。民进党完全不来往不对。国民党太顺从也不对，我们总是可以取到一个平衡点嘛。所以常常在讲哦，我们现在选的是台湾的总统，既不是中国的省长，也不是美国的州长。好，那主席，我想要再问一个，就是你昨天有提到，就是说国民党的立委参选人有人有找你录影，但是问题是，像现在国民党他们还是一样是坚持，就是他们有一个禁科令的存在，但是他们还是重申他们希望民众党的支持者可以去支持侯康沛。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你觉得国民党的这一些小鸡再来接触你的人会有更多吗？那你觉得这个未来有模糊空间的可能吗？这是这样的哦，选举还有37天嘛哦，你换新好的，最后3天哦就会冒出来。一般选举你知道哦，那个需要加持的都不会现在拿出来的，最后3天才会出现的。好，来，接下来环宇的。主席好，想提问一下，就是国民党现在对郭董释出善意，那自从上次君悦会谈以后，就没有看到您跟郭董就是有任何的合作，未来会有合作机会吗？在现阶段哦，从那个政策的合作开始，所以两边的幕僚都有在联络的哦。我倒觉得是这样的哦，郭董的智库，特别是财经智库，我觉得还是不错。所以他在很多财经方面的这种政策，你知道，我们都会再拿来参考。然后我觉得直接套用应该不会差太多。
那想要再询问一下，就是国民党现在想要操作安哲秀的效应哦，请问主席就是认为有可能吗？操作什么？安哲秀的现象，就是想要关于弃保的部分。我跟你讲哦，这也是我们在这场选举要思考的哦。国民党现在大概唯一可以操作就是弃保，但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哦，台湾真的还要再回到那一种蓝绿两极对抗的选举轴线吗？还有一点呢，其实我非常清楚了，如果这场选举真的被拉回那个我们的竞选主轴是以蓝绿对抗哦，我现在就可以直接告诉你答案，赢的一定是民进党。因为从统计上很清楚嘛，维持现状的60%，30% 里面比较偏独，10% 比较偏同。当然这偏独还有缓独跟极独嘛，这边有缓统跟极统。我想那个孙小雅哦，在接受访问的时候，他自己秀出那个数据，那就很清楚了。所以在台湾呢，如果要拉回这种蓝绿两极对抗的选举轴线，我现在可以告诉你，最后赢的一定是民进党。但是这样我们要思考看看哦。所以今天这个弃保应该是弃蓝绿保台湾呢，意思就是说，你知道，特别是对年轻的族群要思考一个问题，你们真的还要再回到过去蓝绿那个两极对抗那个漩涡吗？还是算了，我们就走向一台新政治、新文化去了。这也是有时候在公开场合在讲的。国民党跟民进党哦，除了统独意识形态以外，你知道，你觉得他们两个有什么不一样？我常说哦，这国民党是民进党是国民党化，国民党共产党化，所以人家说民进党那个就是模仿的国民党模仿的国民党看很讨厌的。等到变成真正的国民党，我看我们也不会喜欢的。所以在老百姓的，特别是那种40岁以下的心目中，他们也是有他们的想法。来，中天秉宏。主席，2个问题，第一个是主席昨天专访说自己是深绿，但之前主席才说民进党比国民党更可恶，想请问主席的立场是什么？然后吴欣岱也有批评说你民调下跌又要开始蹭绿，那主席怎么回应？第一点哦，深绿是我的出身背景，我从来不避讳这一点，因为我是28家族。问题是哦，如果我也常常用那个例子嘛，我在台大当医生呢哦，病人送到急诊处，难道如果问他说你民进党还是国民党？这也是为什么当年邵小玲要帮忙，我们帮他装叶克膜，连胜文中枪，我们也是帮他开刀，阿扁有一天身心症，我也是帮他看，所以是这样的哦。我们都有不同的过去，但是我们有共同的现在。然后下面一个问题，我们到底要不要走向共同的未来？所以为什么我们在我这一次你知道在我那个不分区立委提名我真的是力排众议。人家说你怎么会让那个外配陆配要进我们的那个安全名单？我说这是一种思想，我们要建立一个共荣的社会。我再讲一遍我们都有不同的过去。问题是我们活在共同的现在，然后下面一题大家就要思考了，我们到底要不要走向共同的未来？那另外主席，另外一题，你有说你在蓝白分的过程没有做好，你觉得具体没做好的是哪一块？答应让侯友宜念检举算吗？是这样的第一点其实不管是我或是郭董本来期望的是说我们有一个塑造一个在野整合的团结形象嘛如果这样的话，那今天这个选举已经结束了，在野大整合，让大家和和气气。那所以还有一点我当然，其实我们比较吃亏的地方就是我们当医生出身的，你知道，我们都别人当作好人，因为病人不会骗医生，病人也不会害医生，所以在医生的角度，他从来不会怀疑说病人要害他。所以我们在政治上比较吃亏的地方，我们常常不会晓得说，人要给人冲康呢。我坦白讲了那一天其实叫公开透明。公开透明说我们大家知道说我们有见面，那我们谈完以后，那出来跟媒体宣布。那我说一来就在30支摄影机、100名记者前面就直接上擂台，那这摆明就是要来破局的，这哪里是来合作的？他只是说。
我觉得那个就是闹剧一场了，而且太有心机的闹剧，还要念人家的简讯，这个倒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哦，有身份的人会做的事。好，来台视的品林。主席这边想问一下哦，因为你要来冲刺选情嘛，那要回归你最拿手的空战，那你现在自制的节目 KPTV 今天也要上线，可不可以帮我们讲一下说这内容进行的形式大概是怎么样的？第一点哦，在台湾历史上哦，也从来没有说用这种直播，你知道连续性的直播哈，来做一个选战的方法了哈。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很简单呢、我晚上回家哦，打开那个选台系我都不敢看了，就每一台都在骂柯文哲。我天哪，这个你说一台骂就算了，每一台。那黄珊珊说他要去买广告，就是说人家现在电视台连广告都不卖我们了，他不只是把那个新闻封杀，你知道？坦白讲，我今天我看刚才算了一下，有18支卡梅拉哦。不过里面拍回去还是只有讲我坏话的会留下来，好的还是出不来。那这怎么办？我只要靠自己啊，怎么办？我只要弄一个KPTV 啊，我们只要建立自己的频道啊。那至于内容是这样的哦，当然是这样，要维持一个，我们一开始人也没有很多嘛，好不容易租的器材，他说1个月1万块租给我们，嘛一天1万块租给我们，因为这临时要找什么导播人才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很多是委外的。那原则上是一开始是先做8个钟头啊。大概8个钟头，哦，慢慢再来哈，比较熟再慢慢延长那个时间的，大概策略是这样。你说为什么要设这个啊？传统媒体全部被封杀的话，我还问他说一定要买新闻吗？他说坏新闻是不用。我说那算了。好，来那个进新闻哈，以轩。主席这边想请教，因为近来多份民调，您在20到40岁的年轻票是掉的蛮多，那你怎么看这样的现象？以及说现在国民党如果要操作弃保的话，其实也不太敢明目张胆。那你刚才也提到说，如果操作弃保，其实得利的是民进党，那是不是现在在他们对你的分寸上面其实是有点头痛？那你怎么看接下来蓝白之间的攻防？那第一点哦，柯文哲是让台湾所有传统政治人物都很头痛的人。因为我们代表这种新的政治、新的文化，我们不太喜欢跟他们用那一套在运作。还有一点呢，这也是我们的确你讲到就是说，其实固然台湾很清楚已经出现3个政治板块，但是蓝绿是比较固化的，白的这一块它是比较流动性比较高，所以可以很容易聚集但是也要消退比较快。那所以这也是在，但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如果要建立一个更理性的社会，它应该是可以理性的辩论，选人不选党，然后选国家愿景，选国家的历史方向，而不是说他就一辈子投民进党或一辈子投国民党，他就不太想改。所以回答你的话了固然台湾已经出现3个政治板块很清楚，但是相对蓝绿它是比较固化的。白的这一块还是比较浮动性。好，来下一位，那么来。好想请教，就是你之前在节目上有谈到说，2017年台北市大运不能放国旗，那总统蔡英文能够出席这个开幕式是您用2岸1家亲换来的，那这句话是怎么说？会认为说自己被抹红是委屈吗？那第一点2017世大运你知道常常是这样的常常媒体每天跟你抹红，然后事后被发现那个真的就是抹红。我随便讲一个黑衣人事件，他说那个有人拿那个什么台湾的象征台湾的旗子进去然后就被拖出去。我跟大家讲世大运的只要总统到了那个场地，你知道，他是国安局跟宪兵队在管的，那根本就不归台北市政府在管。然后被拖出去以后，就开始造谣说什么是柯文哲的人把他拖出去。1年以后，法院判决国安局要赔那个人10万块，我印象中是赔10万块。问题是那一整年都在抹红我，说这个是柯文哲把他拖出去的。你要知道按照目前国际奥委会的规定，
不可以有任何含有政治意涵的旗子进场。全世界你知道，每个国家国旗就是会旗，所以他们因为国旗就是会旗，所以他们拿国旗进场的时候，他们说这是会旗，所以国旗是唯一可以免于这条限制的。再讲一遍，国际奥委会的规定，不可以有任何政治意涵的旗子进场，只是因为全世界都是国旗就是兼会旗，所以这国旗被当作会旗说可以进场。全世界这个国家不能进场，叫台湾的，这也是跟对岸据理力争，你知道？我说在台湾举办，人家怎么跟台湾人解释说他不可以拿国旗进场？所以当时的跟那个世大运奥委会的世大运那个委员会的妥协方案就是说，那这样好了，会场里面呢，就是运动场里面不要进，但是观众席还是给他进。你要知道前一年那个里约奥运，有人披国旗进场就被赶出去了。后来觉得这样台湾在国际上有它的困难，这也是国际事实。但是我的态度我们遇到困难不是自暴自弃，也不是说自我跑掉，你知道，我们但还是要尽我们最大的力量重返国际社会。不然台湾永远是世界的孤儿。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不是我跟你讲民进党每天在抹红人家。算了，不要再讲那什么亲中舔台了，亲中舔共那个不要再讲了。好，谢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联访就到这里不好意思。那我们再请所有与会的贵宾可以一起到台上来，我们来拍一张大合照。好，今天我们非常的难得请到非常多重量级的与会贵宾有在产官学界呢都非常具有知名度的那我们来比一个赞，来跟前面的镜头比个赞，我们一起来喊一下再创农村新生命，好不好？来，再创农村新生命，再创农村新生命。好，来看一下左边的镜头。好，再来看一下右边的镜头。好，大家后面都可以吗？好，谢谢大家今天来参加我们的记者会，谢谢大家。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